盐肤木曾经是农家烧火的利器，可是你知道吗？如今盐肤木摇身一变，成为了农民的摇钱树。它是如何跃升为农业新星的？这里是知识天梯。盐肤木这个名字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是和农村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它曾经是农村的主要燃料之一，只要往灶里添上一把盐肤木就能熊熊燃烧。它也是放牛娃的零食，盐肤木独特的酸咸口味让许多农村人的童年多了一丝风味。然而随着岁月的流失，现在很多城市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没见过盐肤木，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植物。盐肤木是一种漆树科的落叶乔木，常见于中国的中南地区。很多人觉得盐肤木这个名字奇怪而拗口，其实这是因为它能够从土壤中吸收盐分，并通过树体分泌出盐水。水分蒸发后，盐分便会在树皮表面留下盐霜，仿佛给树木的皮肤穿上了一层盐衣。这样一解释，是不是觉得盐肤木这个名字既准确又形象了呢？在更久远的艰苦年代，一些经济条件困难的家庭还会收集盐肤木上的植物盐来代替食盐。虽然看似与普通食盐相似，但实际上它的咸味主要来自于有机酸，并不含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尽管不建议长期使用盐肤木来给食物调味，但煮饭烧火确实离不开盐肤木，它也被称为柴火之王。可烧火的木柴这么多，盐肤木凭啥独居榜首？因为盐肤木的木质坚硬且密度高，燃烧时火焰明亮，火力持久。而且盐肤木生长迅速，适应性强，能够在各种土壤和气候条件下茁壮成长。这样一来，农民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工具和技术，就能轻松地砍伐、收集和使用盐肤木。而时代在发展，盐肤木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柴火在燃烧时会产生烟尘，对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都不好。现在农村基本都在使用电力和天然气，柴火也失去了意义。农村柴火灶不复存在，盐肤木从此走下神坛了？并没有，盐肤木的价值不止于此。全身都是宝的它，如今变成了带领农民走向财富之路的金树。首先，盐肤木是五倍子蚜虫的寄主植物，蚜虫以盐肤木的嫩叶为食，并在树叶上结成瘤状的小房子虫影。这些虫影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被称为五倍子。在中医药领域，五倍子被广泛用于治疗咽喉肿痛、痢疾和皮肤溃疡等疾病。五倍子的收敛止血和抗炎功效，使其成为中药材市场上的抢手货。通过种植盐肤木并销售五倍子，农民们找到了新的致富途径。盐肤木花期时花蜜丰富，是良好的蜜源植物。盐肤木的花期长，蜜蜂采蜜的时间也随之延长，这使得五倍子蜂蜜成为了一种独特的高品质蜂蜜，价格远高于普通蜂蜜。五倍子蜂蜜不仅口感独特，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是一种珍贵的中药蜜种，备受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盐肤木的嫩茎叶不仅可以作为中药材，还可以作为野生蔬菜食用。在玉溪山区，盐肤木茎叶是当地人养猪的主要野生饲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农民降低饲养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不仅如此，这些鲜嫩茎叶富含氮、磷酸和氧化钾等营养成分，每年可以多次割青，产量极高，又柔软多汁，易于腐烂分解。将其作为绿肥使用，可以显著提高土壤的肥力，促进农作物的生长。盐肤木植株粗放矮壮，根系发达，适应性极强，能够在干旱贫瘠的环境中快速生长。这些特性让盐肤木成为了重要的造林绿化树种。在水土保持方面，盐肤木具有显著的优势，能够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此外，它还被广泛用于废弃地的恢复，如烧制石灰的煤渣堆放地和废弃矿山等。这些地方往往环境恶劣，而以盐肤木作为先锋植物，能够迅速恢复生态环境，为后续植被创造良好的生长条件。盐肤木曾经被拿来喂猪烧柴，而今农民用它来赚大钱的成功案例已经不在少数。贵州遵义绥阳县宽阔镇红河村的五倍子产业示范基地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在红河村，盐肤木已经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资源。这个五倍子产业示范基地占地约200余亩，
通过村集体加合作社加社员的模式，带动了全村400多户村民种植盐麸木。如今全村育有超过4000亩的盐麸木，年产量达到50余吨，年产值可达120多万元。在初夏时节，红河村的村民们在五辈子基地中为盐麸木挂上装有蚜虫的小袋子，这些蚜虫在吸收树叶叶汁时会分泌出一种酶，使树叶细胞大量增生，最终形成珍贵药材五倍子。通过这样的科学种植方式，盐麸木的产量和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变虫袋子为钱袋子，促进了全村的增产增收。与此同时，当进入盐麸木花期，当地的养蜂户会将蜂箱放置在盐麸木种植区，利用其花蜜生产五倍子蜂蜜。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还能提高盐麸木的授粉率，促进果实生长。在盐麸木的世界里，曾经制作烧火用的烧火棍融入了更广阔的产业链，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从热情燃烧到冷静致富，盐麸木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挖掘和利用好资源，就能够在农村振兴中找到更多的可能。知识天地，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